在我被纨绔子弟灌酒，即将被拖入后堂时，谢承渊提剑冲进来，一剑削掉了对方的耳朵。他为此得罪了世家，可曾后悔？他将我拥入怀中，我只后悔没有早些将你变成我的人。为了配得上他，我和他一起从泥沼中正命攀爬。他成了谢侯，我成了侯夫人。婚后，他将我捧在手心，满京都说我嫁给了爱情。可时间会改变一切，再深厚的感情也会变。当他昔日的心上人挺着肚子登门，笑着对我说：“程渊说他爱的从来都是我，而你太脏了。”就这一句，我便知道我与谢承渊该了断了。我让人送信给他：“程渊，和离吧。”他却冷笑，一字一句道：“沈昭宁，我提醒你，我谢家的族谱上只有亡妻，没有前妻。”我没再看谢承渊的回信，只是冲身后的护卫扬了扬下颚。那女人甚至没来得及呼喊，她捂着腹部，两眼瞪大，滚烫的血从她指缝里流出，染红了她的衣裙。你疯了！这是程渊的血脉，他绝对不会饶了你的！你完全不知他有多疼我！你这恶的毒妇！他那副惨白又恐慌的脸，着实令人心疼。我冲旁边的护卫使了个眼神，他迈步，一记重击砍在他脖后，他痛呼一声，瘫软倒下。送他去医馆，别搞出死伤，污了我的眼睛。我望着他被拉走，目光里没有起伏，就像在看一件挡路的废品。回到侯府，我把书房里能说的陈设摔了个粉碎。谢承渊被总管匆匆喊回后，看见的是满地残渣。他神色冷漠地注视我，我把他上月高价买来的那组精美茶具摔碎在地。那人，你必须断彻底！他等我发泄完，才不慌不忙地燃了一炉香。她一介孤女，耍点小性子而已，动不了你的地位。你始终也是侯夫人。那口吻夹着一种高高在上的抚慰，又显出对另一个女人的偏爱。他竟能这般淡定，在我这名陪他从一无所有熬到今天的正室面前议论他的情人。我讥讽不断，迎着他疑惑的眼神，我把一张字据砸在他面上：小妾就是小妾，闹到原配跟前就得有挨揍的准备，你说对不对？重力敲击导致流产八字深深扎入谢承渊眼里。那个向来稳重如山的男人骤然暴起，死掐我的脖颈。沈昭宁，她仅仅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小丫头，你怎么下得去如此毒手？上一回他如此疯魔，还是在我被纨绔子弟压在桌上，衣服快被扯烂那天。他杀进来，一剑斩断了那人的耳朵。望着他此时为另一个女人发疯的样子，我心头的痛苦反而变成愉悦。我死抠他的胳膊，面庞通红，一字一顿说：因为他有了你的崽。闺女的啼哭拉回他的理智，他手劲一泄，我借这机会使出全劲，一脚踢在他心口。沈昭宁！他连退几步，按住心口，满脸错愕与不可思议。你简直不可理喻！我让奶娘把闺女带走，从旁边的桌子上抽出早就写好的休书，签字。谢承渊瞧都没瞧，当场把那纸扯成碎末。我说过，在谢家宗谱里只有死妻，没有休妻。这一生你注定是我的妻。他喘着大气，声调里透着几分憋屈。苏柔她不会跟你抢什么，你何苦装不下她？这事儿就算了，我会替你安抚她。定是去医馆陪他的苏柔了。谢承渊口中的安抚，就是把城南那座温泉别院赏给了苏柔，还叫人从府里搬了10箱珠宝绸缎过去。苏柔带去的婢女在街头巷尾里见人就讲侯爷怎样疼爱她。那温泉别院往后就是姑娘的家底儿了。府内的奴才把那些话报到我跟前时，我正翻阅账册。3天后，苏柔径直领着2个婢女上了门。她的婢女正把我的衣服从正房的柜子里一件件拽出来，扔到地上。苏柔停在我跟前，来回端详着我，眼神中是毫不遮掩的轻抚。侯爷怕我住外头太受罪了，这正房阳光最足，就叫我住进来了。谢承渊从院口走进来，瞧见我站在苏柔的旁边，面庞瞬间一冷。苏柔才掉了胎儿，必须细细补养，往后家里的灵丹妙药先紧着她吃，反正你平时总在佛堂，空着也是浪费。他守着苏柔的架势，活像了当年他在纨绔子弟跟前护着我的样子。恰恰如此，他如今的话犹如一根针，死死地扎进我的心窝。谢承渊叹口气，低语道：昭宁，上回你害了他，跟他认个错，这事就算结了。我简直快被他的话气笑了，看我杵着不动，面上全无悔意。谢承渊的脾气耗光了。沈昭宁，我留你颜面了，你休要不识抬举。要不是我，你觉得你还能踏实坐在那当家主母的椅子上？真是可笑，他要定我的罪也得掏出把柄。要不是今天得见商铺的老板，我定要叫他瞧瞧我究竟是不是任人欺凌的软骨头。娘亲，闺女娇柔的嗓音由背后传来，哪知苏柔竟直接走到我闺女跟前蹲下。我正想迈步，就被谢承渊用力捏住了手腕。你就是念念吧？听闻你从小身子骨就不太好，那你晓不晓得你这病是怎么得的？因为你娘亲怀着你那阵子，不
不守规矩，天天在外头招摇做事，跟人喝酒，伤了胎气才害你早产，全是他闯的祸，你的底子才会这么弱。我就大不同了，我要给侯爷生一个结结实实的嫡长子。苏柔假装心疼的摇摇脑袋，她正想转头看我的脸色，面上就严严实实挨了我一耳光。旁侧的奶娘动作飞快，当即捂住念念的双耳，把她带离了。苏柔捂着通红的脸，嘶吼着冲我扑上前，被我死薅头发，反手又是一巴掌。我冷声呵斥：你居然敢在我闺女面前信口雌黄，找死！侯爷，救命！被吓坏的谢承渊这才缓过劲，立马奔上前挡在我跟前，他死抓住我的手腕，沉声怒喊：停下！苏柔说的哪儿错了？若不是你当初怀孕还不懂安分，硬要出门招摇忘事，念念咋会早产？这全都是你的报应！我的心依然被他这番话扎得滴血不止。那年念念7个月大，是谢家最苦的阶段。谢承渊被殿上死敌针对，府邸被查，连奴才的工钱都凑不出来。是他跪在我的跟前，求我回娘家服软，求我去拜那些名门贵妇。是我大着肚子在那些夫人的茶会上赔尽笑脸，喝到腹痛倒地，才换得沈家出面帮忙。但也因为那回闺女早产了，我为了我们的未来，才害得闺女打小体弱。没成想，我的付出竟变作她嘴里恶心至极的污点。我的憋屈，谢承渊完全不关心。你瞧瞧你如今这副德行，跟街头悍妇能有什么两样？苏柔缩在他的背侧，哭得楚楚可怜，可我却能捕捉他眼底的暗喜。侯爷，帮我狠狠惩治他，逼他给我磕头赔礼！就在我打算豁出一切撕烂面前这对狗男女时，奶娘慌张地搂着闺女冲了过来。夫人，小姐她喘不上气了。闺女被火速转入医馆，郎中扎针喂药，状态迅速平稳了许多。谢承渊想进里屋看看，被我的手下果断挡在房外。谢承渊急了，他冷声说：沈昭宁，你休要欺人太甚，念念也是我骨肉。我部属的侍卫纹丝不动。我的孩子用不着一个藏娇怯的爹爹。见他还想还嘴，我蓦然甩出一言：你莫非觉得我会善罢甘休？哼，你不如多去顾着你的那块心头肉。他面容大改，仿佛记起了要事，急忙回头匆匆走掉。我回到医馆的床边，轻轻握住闺女冰凉的小手。我的闺女比我想象的坚强，她自始至终未曾念及那个令其寒心的生父半字。娘亲，若你们和离，我跟着你。有了我的警告，谢承渊把苏柔护得滴水不漏，谢承渊却陪着他的心头好，卿卿我我。他了解我的脾气，只要苏柔不刻意触犯我，我也不愿污了我的食指。可他错估了苏柔的本分，苏柔找了个空当甩开侍卫，直接找到医馆来，脸上是毫不掩饰的炫耀。他把一个香囊扔至我跟前，扯开绳结，里面是一枚白玉吊坠，那是我和谢承渊成亲日他亲手系在我腰间的，眼下却落入他掌心。知道吗？承渊嫌你在床上毫无生气，哼，像结朽木一般。这番言辞与我早形不成丝毫杀伤。苏柔看我面容波澜不惊，再度张狂的讥讽：便是我肚里的胎儿流了又怎样？你觉得承渊有多疼惜你那个药罐子铅？他早已厌倦了你那个隔三差五看郎中的累赘。他凑到我面前，眼神中满是嘲弄。但我会为他生下一个大胖小子，你和那个药祥子早晚要被扫地出门的。他的眼神冰冷，眼底更是翻涌着一股我看不懂的恨意。我的脸色彻底冷下来。念念是我的底线，他既然敢辱骂他，那便要承受这番话带来的代价。我的神情愈发阴冷无比。我着实低估你了，单凭你这种张狂，极少女流可同你比肩。他嗤笑一记，从袖子里摸出一帖保胎单子及一张商铺房契，甩于我面前。你头一次伤我，侯爷念着旧日的情面，并未找你算账。可你若此番再敢碰我，侯爷必会叫你倾家荡产。对谢承渊绝对的倚仗，宛如我昔日一般。我身侧的奶娘跨前一步，欲为我清除掉这个阻碍。我挥臂拦住了他，愈发猖狂。他放纵的讥笑：侯爷说了，他欠我的，要拿府里的商铺弥补。他说要将这天下最绝的珍宝进献于我。至于你，连同你那个来历不明的孽种，早晚要被扫地出门。他猖狂地笑着，扭头走人。他终归还是稍显稚嫩，不懂我这种从最底层拼杀出来的人心肠多狠，手腕有多么的毒辣。我起身站在窗户边，只见苏柔的身影刚走出医馆，便被一辆疾驰而来的马车里的人拽了进去，动作干净利落，十分迅速。城外的破庙中传来悲楚的哀嚎，接着陷入寂静。他也是倒霉，惹了不该惹的人，也不知肚子里的孩子还能不能保住。我捧起杯盏，浅尝一口。毫无根底的人向上爬，路上肯定布满荆棘。权贵的算计，挚友的背叛，我啥风浪没见过。因此对男人的承诺，我连半个字都不信。但这些年，不管我跟谢承渊暗地撕得多破，
在闺女面前，我们一直伪装成恩爱的模样。谢承渊竟为了苏柔那个蠢货，屡次触碰我的底线。去往商铺的路上，看见那辆眼熟的马车，发狂般向我的马车冲来。我本能地把闺女死死搂在怀里。我清楚那是谢承渊的马车，他为了苏柔，居然连亲生闺女的死活都不顾了。狂暴的碰撞声响彻云霄，两辆马车紧紧卡在一起，车厢碎裂。我搂着闺女，在疯狂颠簸的车厢中，拼尽全力稳住身形。脑门重重砸在车厢上，视野霎时一黑。马车帘子被人在外头猛地扯开，主母把我从碎裂的马车里搀扶出来。我第一时间查看闺女，除了受惊，并无皮外伤。直至此刻，脑门处传来的刺痛才真切地钻进脑海。我靠着奶娘站直，正前，谢承渊也从马车上翻跃而下，他全身透发着刺骨的冰寒，一寸寸朝我压近。他身后的侍卫也一并逼了上来。我这头的人毫不退缩。沈昭宁，我提醒过你，休要再碰他。你真觉得我不敢动你？每一个字都仿若是从牙齿里咬出来的。你可知，她这一生都没法再当娘了？你的心怎会这般狠毒？谢侯爷可休要血口喷人，他自己惹怒了别人，关我这本本分分的侯夫人啥事？他不屑地瞥了我两眼。你觉得我查不清？这么些年了，你依旧这副嘴脸，半分都没改。昔日那个心善纯真的沈昭宁去哪儿了？谈及当年，我俩双双陷入了沉寂。侯爷，苏柔被人架着从后方马车上下来，她哭着扎进谢承渊胸膛。我要他亡！侯爷，我再也做不成母亲了，你一定要替我们的骨肉报仇！她哭得痛彻心扉，谢承渊把她拥入怀里，神情尽是温和，柔声抚慰。我便处在一侧，淡漠瞧着，反显得我才是那名摧毁他们爱情的坏种。苏柔扭动着想向我扑过来，被谢承渊牢牢勒住。我打算再加一把柴，那该怎么弄呢？他不愿跟我休妻，你即便能生，生下来终究是见不得人的野种，谁叫你偏要当着小三呢？我的声音中充满了不屑。苏柔被我激怒的心智疯癫，裙底竟又开始淌血。谢承渊，你今日不承宰了他，我就亡在你跟前！向来老练的谢承渊彻底乱了套，血液顺着他的手缝流出，他却全然不理，只想给那女人一个安抚的拥抱。苏柔，把刀扔掉！我给你一个答复，绝对给你！他从侍从手里接过一张契约，画上押，狠狠砸在我脚边。你原能够安安稳稳做一世侯夫人的，是你亲手把这一切全毁了。我理应给她一个身份，这是我欠她的。他搂着病弱的苏柔转身走路，自始至终没关心过我一下，更没去看我们吓坏的闺女一眼。奶娘捡起地上的契约，翻至家产切分那一页，让我看。我晃了晃手，他既然不想净身出户，滚回老家，那就只有丧偶了。谢承渊养外室，我心知肚明。一路风雨走来，人心最是善变，合理只是形式，财产才是根本。作为陪他从一介白身到如今的侯府主母，我的功劳不比他少。我挣的每一分家业都是要留给我闺女的，她的也必须是。这才是苏柔怀孕，我反应如此剧烈的原因。外世子同样有继承权，一个外室的贱种也配和我闺女争家产？谢承渊以为我为了女儿退居后院，就变成了可以随意拿捏的妇人，他太天真了。为了孩子，我留过他颜面，但他想拿城南的一个旧院子就让我卷铺盖，那就休怪我翻脸不认人。去请王大人和李太叔，就说我邀他们赏明。我平静地叮嘱婆婆，我拉住闺女冰冷的手心。爹爹是抛弃我们了吗？孩子抬起头，满眼是泪水，毕竟还年幼无知，亲睹那场面，内心倍感刺痛。我弯下腰，温柔为他抹掉泪花。不是咱们甩开他了。念念，听好，应得的权柄，娘亲哪怕一丝一毫都不会让给外人，谁也没门。我并未在带血的休书里落下姓名，谢承渊毫不理会。大概在他心中，我除了服从，无路可走。他大肆的操办迎苏柔入府的典礼，似乎是那苏柔的主意。他急需一个体面的身份来立足。这苏柔设法搞到我院中的传讯渠道，故意遣婢女来挑衅。你占着正妻的名头不放，迟早得让位给我。我劝你快点低头签字，否则结局只会更加丢脸。他甚至递来一张大红婚服的纹样纸，论规模和我当年进门时可谓天壤之别。我进府时何谈盛典，连体面的嫁妆都全无。拜堂那天，在郊外的荒庙里祭了鬼神，半锅粗稀粥即是婚宴。我一边感叹那男人被蒙了心神，一边淡定地给众官发了密函。我向来厌恶旁人太狂妄，故而在他谢承渊娶妾之时，我隆重登场。你真是阴魂不散。男人正打算给小妾披上彩缎，瞧见我面色一沉。咱们闹到如今，你亦要担一笔亏欠。他轻飘飘地把变心的锅甩到了我的身上，我不曾多言，迈开大步，清脆的一记耳光甩向他。趁他愣神时，顺手又扇了苏柔一巴掌。谢侯爷昂起手，
尽是那怨怒。将这撒泼的疯女人拖出去！但他的话讲到一半，却塞在嗓眼处。他呆呆地看着我，我眶里的珍珠顺着腮帮砸向石砖。自从那次被他救起，管他碰见多大的劫难，我绝没流过半点泪。姓谢的，昔日是我陪你艰难立业，是我伴你挨过那些苦寒冬，你怎么忍心如此待我？你为了这种妖精丢弃我，现在连孩子也嫌弃了吗？可苏柔猛地拽住了他的衣袖。残花败柳，理当使宽让贤。我和你相比，侯爷绝对只会捡我，这是他欠下。他语毕，当着众人的面直接亲上了谢承渊。谢侯，敢问您是否在正妻未休之时，即用嫡母之礼娶亲？谢侯，您可知此举已违背法典？谢侯，是什么因缘叫您弃掉守候您10载的原配？一众翰林学士被邀进正厅，冲着缠绵不断的两人疯狂诉谢，而我却紧紧搂着闺女，冰冷的旁观这一场闹剧。文坛名士们聚得仓促，散得也快。谢承渊的家仆试图拦人，都被我早先部署好的汉子拦了下来，全部人都揣着墨迹顺利撤离。我抹尽脸上的潮气，行为间乱作一堆。苏柔急得咬牙切齿，谢侯爷的表情凝重得要杀人般。究竟要耍什么？看这对龌龊，来搅个局子。我伸腿踹飞一张横在面前的木凳。苏柔最看不得我如此从容镇定。这几年，侯爷压根儿不愿碰你，你晓得原因吗？我与谢侯爷的闯子之情的确冷淡。侯府初创日，大家皆太累太忙。侯爷的那只手是为你残的，你莫非很自豪？昔日为了保我，他的臂遭对方的喽啰用重棍劈裂，筋骨锯断了。纵使最后续接了，但凡遇雷雨时，依旧会暗暗生疼。为这桩事，我对他总怀一份罪感。于是当他讲渴求我专心操持家事时，我毫不思索就舍弃了手中的营生，全意侍奉他与孩子。但他追悔了。苏柔紧紧揪着我的视线，咬牙切齿。他当面跟我讲，他恨死那天闯进去救你。由于你被这种流氓摸过的模样，当真恶心。在以前，有个二世祖以谈买卖为由，把我狂入庄园，门栓落下，他即现出恶鬼相，我死命搏杀，反成了他嘴里的谈资。就在我的裙袍将要被他扯烂时，谢承渊猛然踹开门，局势混乱，我借机喊冤，谢承渊则拔剑切掉了仇家的耳朵。贼子因强买不成就逮去流刑，谢承渊算自保伤人，没遭连累，但后期的反扑至极且凶残，姓谢的手掌便是彼时被砸烂的。为了不被随意践踏，咱们才发了狠的向上爬。苏柔之语肆意秉刃，官人是怎么形容的？哦，他说谁晓得那个色老头除了摸还干没干别的？他扭动着谢承渊的胳膊，话音浪荡。谢承渊并无反驳，他悠悠地瞅着我，目光阴森且决绝。我闯进去时，你们衣冠不整，举止不堪。往后我审问他，他称你手段高明，极其勾人。毕竟咱们之间的鸿沟，自他救我的那份时间起，即已刻下。他悔恨为一个不圣洁的女子毁了一条臂，我变成了他命里的耻辱。我初衷是想给你留点体面的。谢承渊慢慢地合上双眼，可你不该来破坏我和苏柔的典礼。他无情地说道。你回借口去谈买卖，真的是谈买卖，还是在陪客？不然为何我拿不下的单子，你一出马就行，还不是用的下流手段？沈昭宁，你真令我作呕。我身子猛地一晃，往后退了2步，那颗早已破碎不堪的心又被他死死扎一刀。谢承渊，你讲出这种话，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想当初我俩刚成婚，他自视甚高，不肯低头求人，是我在那些贵妇的酒局上卑卑见底，喝到胃病复发，才换来侯府扭亏为盈的那些生意。翻脸无情，兔死狗烹，他这一套玩得可真溜。我努力地稳住身形，苏柔嘴角挂着莫名的冷笑，仿佛立刻就要爆出一个惊世大瓜来。沈昭宁，你知道我是何人吗？谢承渊神情骤变，大声地怒斥他。住口！他却充耳不闻。我姓苏，我的哥哥就是当年那个被你弄进监牢的死囚犯。谢承渊满脸都是错愕，反而我比在场的任何人都淡定。苏柔极为不爽我的态度。我大哥就是被你这个泼妇亲自送进死牢的。沈昭宁，哪怕我是罪犯的亲妹，侯爷也认定了我比你干净10000倍。10年之前妄图玷污我的那个贵公子姓苏，10载之后，他的亲妹妹与我的夫君搞在了一起。我并未像苏柔设想的那般失控咆哮，我只是扬起手，毫无保留的一耳光抽他脸上，接着死拽住他头发，逼迫他仰头对视着我。你跟你那哥哥果真是一丘之貉，骨子里都淌着同样肮脏的血。苏柔惨叫了一声，面目狰狞，凶巴巴地死盯着我。毒妇，你狂妄什么？你马上就会一无所有的。你深爱的男人被我夺走了，你是不是难受的想死？少装清纯了，同为女人，我还能不清楚你脑子里在盘算什么？我顺势抓起桌上的一壶酒，径直冲着他的嘴硬灌了下去。嘴巴这么脏，我替你数数。大半的酒被他硬吞下去，余下的全泼在他那件大红喜服上。谢承渊扑上来推开我，我顺带连他一起揍。
他回手也甩了我一巴掌，他的眉宇之间写满了一股沉重的疲乏。苏柔他大哥犯的罪与他没干系，他早已经一无所有了，他的人生只指望我了，这是咱们欠他的。我垂眸瞅了瞅自己刚染好的指甲，只怨不够长，不够利。我嗤笑了一声，盯着他的双眼质问道：你是讲他大哥流放回来后，家里买卖黄了，酗酒打人，把他老娘活活揍死，随后自己也寻短见的事？谢承渊，你脑袋是不是进水了？什么叫我亏欠他了？莫非我就活该被他大哥薄衣领简，随意践踏？他不怪他那畜生大哥毁了他的满门，反倒跑来怨我这个无辜者。你们俩啊，还真是臭味相投的一对狗男女。谢承渊的目光躲闪了片刻，你早摸清他的底细了。我自然清楚，在苏柔爬上你床榻的次日，他全部的背景就已经详详细细的放在了我的书桌上。讲真心话，那瞬间我只觉得反胃，他们俩都让我感觉到极其的恶心。一个深知对方乃仇家之妹，还混作一团；一个为了寻仇怨，不惜向身给毁掉自家满门的间接凶手。我没做声，但谢承渊从我的眼神中看透了所有。我本以为你一查清他的来历，就会马上让他在京城绝迹。他的目光变得无比晦暗。那你为何事后又要对他下狠手？起先一直按兵不动，事后却猛然下起死手，这可不像我的做事风格。因为他有喜了，这个缘由我先前就告诉过他一次，看他依旧满头雾水，我干脆把话讲透彻。侯府的基业是我闺女的，谁也休想夺，尤其是私生野种，更何况还是仇敌妹妹的孽种。谢承渊拧着眉辩解道：念念亦是我闺女，哪怕咱俩散伙，该归她的财产我一个子儿都不会克扣。我晃了晃头，我绝不信，况且我图的是所有。人性永远信不过。谢承渊，我给过你退路，你若愿净身出户，咱俩还能体面的和离。眼下我只好盘算如何让你在这个人间蒸发了。我扭头毫不留恋地走掉，踏出大厅门槛之际，我故意把红肿的侧脸迎向远处那群还在看戏的几个文士。谢承渊在正妻还在时就用娶妻规格纳妾，甚至在典礼上报道化妻的丑闻，当天便传遍了全京城。顷刻间，他沦为人人唾弃的负心汉，至于我，则是那个被残忍扫地出门的可怜人。风向完全偏向了我这头，抢夺侯府的位子，名义是头镇长，他煞费苦心维护的清高人设，一夕之间崩塌殆尽。又加上我去衙门告状，他被公差直接从家里押走盘问，朝堂上那帮原先站他这边的世交也纷纷退缩。他的回击同样非常快，只载前我差点遭人凌辱的陈年旧账被他抖了出来，紧接着也在市井街巷中散播开来，连带几张我进出酒楼饭馆陪人应酬的草图也被散布得沸沸扬扬。有八卦之人在衙门外面截住他。落到这步，我十分痛心。关于那些过往云烟，我不愿再重提了。这番含糊不清的言辞顺利把他包装成一个遭遇发妻背叛却仍顾及往昔恩爱的委屈鬼。民间的风评又渐渐变得复杂莫测。谢承渊派人带话给我：沈昭宁，你果真要撕破脸到如此难堪的地步？我默不作声，把心丢入炭盆。事已至此境，再没讲和的余地。在官场及士族间，咱俩拼得头破血流。谢承渊预料不到我蛰伏深闺这么些年，在朝野里居然还藏着这般庞大的人脉。我确实低估了你，我道你当时怎么死命攥着那些商铺不撒手，感情你早盼着这一出了。他瞥了一下死心塌地站在我背后的几位老臣，你休要高兴过头，鹿死谁手尚未可知。表面上瞧着我的胜算确实很低，这几年侯府持续扩张，我的产业被吞并许多，朝廷的关系也大换血了，不再是当年那些共同拼搏的旧时。在朝堂跟他刚，我确实捞不着好处。但如果有外人插手呢？谢承渊很快因私吞军饷被大理寺抓走了，而举报他的正是他爱到宁愿身败名裂也要娶进家的心头肉苏柔。谢承渊被抓走时，仍然满眼震惊地盯着苏柔，那笔赃款恰好花在了他和他的那场豪华大婚上。苏柔亲手递给了我最致命的一刀：侯府不需要一个有案底的主君，趁他弱要他命。我马上召集家族长辈与朝中旧友，剥夺谢承渊的当家之权，由我暂管侯府事务。同时，侯府对外发出告示，务必要在谢承渊出狱之前，让局面彻底成定局。谢承渊被释放回来的头等大事，就是去抓苏柔。他两眼发红，死死掐住他的咽喉。我那么疼你，为了你，宁愿跟沈昭宁翻脸，把全部最好的都送你。你为什么要出卖我？为什么？苏柔被掐得猛翻白眼，嘴里却还在拼命地激怒他。因为你就是个没头脑的蠢货。哼，你觉得我真的爱你？
我不过是借你的刀报复那个正室，哪知你这么废物，争了这么久，连个女人都搞不定。谢承渊猛地撒开手，绝望瘫坐在地。苏柔用力踹了他几脚。泼妇说的一点没错，罪魁祸首就是你。若不是你当年割掉我亲哥的耳朵，他怎会入狱？我们家怎会落得这般？全都是你的错！苏柔神志不清的在房内转来转去，嘴上不断嘀咕着要报复我，报复谢承渊，连我闺女都不放过。她丝毫没察觉到谢承渊那双血红的双眼正死死盯着她。这一回，他拽着苏柔的长发，用力往墙壁撞去。泼妇，我就说你为何一次又一次跑沈昭宁跟前挑事，原来这一切全是你算计好的。我对你那么好，连家都毁了，你就这么回报我？你走吧！苏柔反抗了几下，马上没了呼吸。弄死苏柔后，谢承渊瘫坐在地，像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过了没多久，捕快破门而入，给他套上了沉重的枷锁。我这才从隔壁的屋子里缓缓走了出来。谢承渊瞅见我，那双死寂般的双眼底没有任何起伏，半个字也没说。蓄意伤人是要偿命的。我派人把那份逼他净身出户的休契书又递了过去。这一回他签得很干脆，没过几天就传来了他在牢里畏罪自杀的消息。而我对他早就没有半点感觉，只是坐在窗边惬意地品着茶。我的婚姻到头了，不是休契，是丧夫。